上个月的11月28号，中美两个大国悄咪兮兮地完成了一场两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换球行动。这次换球行动一共涉及到10个人，中方释放了美国要求释放的6个人，而美方释放了中国要求释放的4个人。中方释放的美国的这6个人中间呢，有3名美国人在中国关在监狱里头的还有3名美国人要求释放的维吾尔族人。而美方释放的4名中国要求释放的人中间呢，有3名是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的中国人，还有呢1名是中国要求美国给中国送回的一个通缉犯，一共10个人。那么11月27号，双方共同派飞机到对方接回了自己的人。11月28号这一天呢，双方同时官宣，至此呢，这场历史上中美之间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曝光于天下。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3名被美方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这再次证明，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祖国永远是他们坚强的后盾。我要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公民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打压迫害，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应该说在这次整个换球行动中，双方的情报工作、保密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在换球完成之前，媒体是没有捕捉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直到11月28号整个这场谈判历时1年多涉及到10个人的换球行动才算曝光于天下。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中美历史上这次最大的换球行动要说中美之间的换球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严格来讲要追寻到2021年的孟晚舟事件。孟晚舟事件呢，大家都知道是2019年的时候，孟晚舟到加拿大度假，结果呢被加拿大警方给抓起来了。抓呢是因为美国要求的加拿大抓他，然后引渡到美国受审。中国当时看到孟晚舟被抓起来之后，立刻就抓了2个加拿大人作为报复这今后的2年呢，孟晚舟历经加拿大的这么一个引渡协议，这一搞就搞了将近2年。到了2021年的时候眼看着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就要走完了，这一切都对孟晚舟非常不利，眼看孟晚舟就要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了。结果后来呢，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加之间围绕着孟晚舟事件的解决进行了一系列的密集谈判，尤其是美国跟中国之间我们过去也专门做过节目当时派驻到中国的那个大使，那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解决孟晚舟事件，也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跟美国的总统就孟晚舟事件也亲自在峰会的过程中双方来了讨论。结果到了2021年的9月份孟晚舟被释放，形式上呢跟美国的司法机构做了一个认罪，然后呢孟晚舟就回国了。与此同时呢，中国也释放了2名加拿大人。所以孟晚舟事件的解决其实最后是通过换球的形式来解决的，就是孟晚舟你把他放回到中国，而中国呢释放了2个加拿大人。虽然说那一次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换球，但其实谈判的主体是中国和美方，加拿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插不上话嘛。所以中美加之间的换球应该说是中美换球中间的一次试水，在此之前中美之间是没有的所以呢，其实那一次的试水就为这一次的中美换球在我看来是埋下了伏笔。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次中美换球的背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两国这个情报人员互相都有栽在对方手里的。在这次换球的过程中间呢，中方呢是有2名情报人员被换回来了，一个呢叫徐继军，一个呢叫季超群。这徐继军呢，当时我们专门做过节目嘛，他是那个江苏省国安局这样的一个6处的副处长。这个人呢，就是年轻毕业的时候就进入了中国的国安局，然后呢，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当时就在国际上那些网站上就找那些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尤其是做大飞机的，尤其是做那种那飞机发动机的叶片材料的他就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工程师，记忆的，就把他邀请到中国来，说给他做演讲。后来就跟这个美国的工程师呢一来二去呢，就套他的这个材料，给他钱，给的也不多一次给个3-4千美金就让这个工程师呢给中方提供一些什么学术交流材料等等这个呢工程师回到美国之后呢，就被美国的 FBI 给盯上了，最后呢就判定这徐继军呢就是中国国安的情报人员。
后来还破译了徐继军的这手机的密码啊。徐继军我过去讲过，他的手机苹果手机嘛，那是把他平时的重要的资料都上传到 iCloud 上。那上传到云盘上之后呢，包括他自己的情人啊、婚外恋的信息、跟领导之间关系不好的信息，都在那上面，都被美国的情报机构给掌握了。后来美国的情报机构就决定诱捕这个徐继军，就让这个工程师呢给徐继军呢说有重要的资料要给他。本来是计划到中国来，后来领导让他去欧洲，徐继军让他到欧洲跟他见面。最后呢，徐继军呢就拿情报心切呀，是吧？然后就跟他自己的同事呢一起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双方约定在一个咖啡馆见面。结果他一出现在咖啡馆的时候呢，就被比利时的警察给拿下了。这徐继军被拿下来之后呢，历经了6个月，在比利时的这么一个引渡协议啊，后来就被引渡到美国去了。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他在美国接受司法审判啊。当时中国政府啊，也是花了几十万美金给他在美国请了顶尖的律师给他辩护啊。结果最后呢，美国的法院还是判徐继军有罪，那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徐继军到了美国受审之后呢，由于他的手机也被收缴了，他的那些资料被收缴了，他就带出了他的下线季超群。这季超群呢是2013年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在伊利诺伊的这个一个理工学院毕业，2015年啊，2016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美国军队。那么按照美方提供的一个诉讼材料，这季超群呢加入美国军队，其实就是受到了这个徐继军的指使，上线嘛，让他加入美军之后呢，获取美军的这些情报资料。那么这个季超群加入之后啊，然后他的努力的开拓这个信息源呢，还想打入到美国的五角大楼啊，还有包括什么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啊。这徐继军呢和这个季超群呢，就是季超群还挺聪明的，他平时掩盖的还挺好啊。你比如说，他给徐继军发那些材料的时候啊，那 email 上他都写着是什么什么期中考试的作业。然后呢，这徐继军呢也是以教授的身份在跟他沟通。所以你光看着邮件的标题，还以为这就是师生之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学术交流呢。如果徐继军不被抓，这季超群应该也不会抓。但是后来徐继军被抓之后呢，季超群就露馅了，就曝光了。后来这个季超群呢，在2023年的时候被美国的法院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这2个案件呢都被美国的媒体公开报道，我们当时也做过节目啊。那么你想想，就中国有间谍被美国抓住了。那反过来呢，美国也有间谍在中国栽跟头的啊。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呢，就是叫梁承运。这个梁承运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后来到美国规划了，他手里头还有一个中国香港的护照啊。他在美国呢，常年呢都是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出现。他在美国最显赫的身份是什么呢？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还是粮食基金会会长。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嘛，那促进海峡两岸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蔡英文上台之后，他还说一国两制就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但其实他是美国 FBI 的一个常年培养的一个间谍，为了掩盖他，搞了这么一些活动。而且呢，为了让取得中国的信任，当时 FBI 还指示他到中国搞一些慈善活动啊等等啊。据这个媒体报道，这梁承运从1989年开始啊，就替美国的 FBI 工作了。后来他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中国的这些官员到美国去访问呢，这梁承运呢就把这个中国的官员啊带到有那个监控摄像头的酒店和餐厅里啊，然后呢就施起了美人计，说白了就是把美人女人呢就送给了这个官员的房间里啊，然后呢就给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呢，就把这录像交给了美国的 FBI。那美国的 FBI 拿到这样的一个录像呢，就开始要挟中国的官员。你看你在美国，我们已经录下来了，你把你那个情报你告诉我，就胁迫中国的官员给美方提供情报资料。但是这件事情啊，后来啊，美方的情报机构啊研判这梁承运呢已经曝光了，就是这个中国肯定是已经掌握到梁承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就劝梁承运再不要回中国了。但是2021年的时候，梁承运执意要回中国，还是要到中国去活动。结果他到了中国之后，就在江苏就给被捕了。被捕之后呢，被判处无期徒刑啊，判得非常非常重啊。我很后悔，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中国人，他们的甜言蜜语是假的。另外一个呢，就叫李凯的一个人呢。这李凯这个人呢，
中国说的是间谍，他呢是2016年的时候啊，到中国下了飞机，浦东机场的时候就被逮捕了。他呢实际上原先也是一个中国人，1989年到美国去的嘛，后来就做一些波音飞机下面的一些材料供应商的生意啊。他每年都经常回中国，但是2016年回中国的时候就被拿下了。后来呢，经过审判，就认为呢泄露了4份机密文件，还有1份什么这个秘密文件，一共是5份，一共就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但是美方一直不承认这李凯就是他的间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美双方都有间谍在对方的手上。那间谍大家都知道，间谍是为自己国家工作的啊，他虽然违反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但是他是为一个国家而工作嘛，这就相当于战场上的士兵，战场的士兵虽然也杀人，对吧？但是呢，杀人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当战争的士兵被对方俘虏的时候，一般2个国家都有这种战俘互换嘛。其实间谍也是一样，你间谍被这个国家给抓起来判刑了，判了那么重，如果你要是不把它捞回来的话，那你想想，那谁还敢为国家卖命呢？因为你干间谍这件事情，在别的国家就是违法的嘛。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间谍被另外一个国家给拿下的时候，都会千方百计的把这些间谍想办法弄回来。弄回来怎么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互换，我手上有你想要的间谍，你手上有我想要的间谍，这就互换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中美这2个国家政治制度啊相差非常大，那么2个国家司法体系也完全不同啊，那么经常就会互相抓一些人，或者说主要是中国抓一些人啊。你比如说，这中间有一个叫林大卫的人，这林大卫呢也是一个中国人啊，后来规划到美籍啊，他是个牧师。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就经常从美国回到中国啊去布道。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对宗教控制的是非常严的。这林大卫在中国布道还没有取得中国政府的那个同意啊，又不是中国政府钦定的那些牧师啊，他跟中国的地下教会啊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被中国政府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一开始抓的时候啊，他是要给中国的一个地下教会盖一栋教堂。结果抓起来之后呢，说他合同诈骗罪，一下子判处了无期徒刑啊！你想想，这是非常重啊。那这个行为在美国看来那是不可理喻的，他就是去布道了吗？那你凭什么抓他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还你比如说，这里头还有一个叫丹维斯，这丹维斯啊是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年轻人呢，他呢因为贩毒被抓起来了。当时在广东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的司机啊身上都是冰毒，他身上没抓到啊。但中国大家都知道，对毒品的管制非常严，然后呢就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3年抓起来的，2019年判的啊。然后呢，这个丹维斯啊，他是正牌的美国人。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美国人呢，其实都是中国规划的美国人。但丹尼斯是纯牌的美国人呢。他被判刑之后呢，那他母亲就在美国天天找啊。说他儿子在中国受到虐待啊，关到监狱里头啊，5年都不能跟他通电话啊，睡到水泥地下，找那个国会议员呐。后来呢，就前2年，美国的国会啊，这个事情啊，就通过了一项提案，以428比0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个丹维斯。所以丹维斯的事情呢，也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啊。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美国它有这样的一个想让中国释放的一些诉求啊。那反过来，中国也有一些啊。是吧？你比如说，中国有一些逃犯，贪官就跑到美国去了，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政府呢也没有抓这些人，所以双方之间都互有诉求。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美国啊在2019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呢叫列文森法。这列文森法实际上就规定了美国政府啊对美国公民在海外所遭受的这种随意的被拘押，然后呢，被其他外国政府啊就给抓起来，这种行为呢，负有国家责任。这部法律啊，一共规定了11种情景。你比如说，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被抓起来了，或者说他在这个国家里头犯了一个罪，但是在美国不是犯罪的。还你比如说，没有遭受到人道待遇、人道对待等等吧，一共11种情形。它规定美国政府你有责任、有义务要营救这些人。这部法律呢叫埃文森法。埃文森呢，在美国呢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质。这埃文森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情报机构的人员啊。那么他好像是在
好像哪年来我记不清了哈。他呢当时是06年吧，还是0哪年？他呢当时呢就是他们中情局自己策划了一个行动，针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没有经过美国政府批准，于是就派这个埃文森呢到中东一个城市去搜集针对伊朗的情报。结果他到那儿去没多久呢就消失了，这个人从此渺无音信啊。那当时刚刚消失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呢还为了封口呢，还给这个列文森的家属一共给了250万美金，就防止他起诉他们，因为他们这个行动呢没有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然后呢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呢，事隔1年之后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列文森去哪儿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1年之后，这列文森的家属就收到了一份录像。For my beautiful, my loving, my loyal wife, Christine, and my children, and my grandson, and also fo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 have been held here for 3.5 years. I am not in very good health. I am running very quickly out of diabetes medicine. I have been treated well, but I need the help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answer the requests of the group that has held me for 3.5 years. And please help me get home. 33 years of servic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serves something. Please help me. 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人发过来的，咱们这个录像就交给了美国呢。美国长年以来一直就想营救这个列文森，最大的嫌疑呢是伊朗把这个列文森呢给抓起来了。但是呢，当时美国跟伊朗之间也没有外交关系，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伊朗那关系是最紧张的了。当年美国为了营救在伊朗的人质事件，那还派这个特种部队，结果在沙漠中间都坠毁了，非常有名的事件啊。后来美国跟伊朗之间有了一点沟通，美国总统还给伊朗的那头打电话，但是伊朗就装傻，就说没这回事儿。后来呢，美国就关于列文森这件事情把这个悬赏金额从100万提到了500万，又从500万提到了2000万。到了202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宣布这列文森呢人已经去世了。后来美国的法院呢就裁决伊朗政府需要赔偿列文森家属14亿美金，这钱呢就从美国政府当时扣押伊朗政府的那个冻结在美国的资产里头进行支付。那后来2019年美国通过这个人质营救责任法的时候，就以列文森的名义来命名这部法案。2015年的时候美国呢又在国务卿下面专门设置了一个总统人质事务特使，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一开始规模也不大，一共就4个人，一个人质事务特使，还有一个副手，底下还有2个小兵但是现如今这个办公室已经发展到了有25个人，这个规模已经不小了。这个特使现任的特使呢，名字就叫卡斯滕斯。这卡斯滕斯其实是个人物他早年呢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是美国那个特种兵部队的，参加过6场战争，什么阿富汗伊拉克包括索马里他都参加过中校军衔。退役之后呢，被川普总统任命为这个人质事务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后来拜登上台之后呢，也没有把他换掉，他就一直负责这个事务这个人挺有神通的，就这一次美国跟中国的换球11月27号这一天，就是这个卡斯滕斯到中国去接的6名美国要求的人质，跟他同一个飞机飞回到美国。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亲自到机场去送机去了这卡斯滕斯呢，其实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所有的被其他国家弄到自己监狱里头的那些美国人，就负责营救他们，兜里揣的全是名单，全世界各个国家，当然主要是那些不太文明的国家了那么这些国家扣了美国人，他就负责把这些美国人给营救回来。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讲一讲中美这次的换球到底是如何达成的这里头呢就有一个背景了2023年的这个元月份呢，就是中国驻美大使馆跟美国的国会之间搞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呢，美国的国会不是已经很早就通过了要求中国释放这个斯威丹这么一个协议吗？就是要求中国释放吗？
结果中国据说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会议过程中，一个大使级别的人就跟美国说，释放不可能，除非交换。但这句话被美国人听到了，这就说明什么？中国有门，想要跟美国做交易。那么紧随其后啊，这美国的人质事务办公室就出场了。美国这个人质事务办公室，它是由美国国务卿直接领导的。那么在2023年的10月份啊，那布林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带领美国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访问北京呢，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务呢，就是谈判中美双方的关于互相之间这囚犯的问题。据说谈判的过程中间双方争论的非常激烈，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离开之后，参加谈判的美方的一个工作人员跟记者讲美方已经抛出了诱饵。言下之意美方其实肯定提出了一个方案，那个方案就是说，假如中国如果你能释放美国手上那个名单，那么美方肯定是愿意释放他们手上中国希望美国释放的名单。那我猜当时可能美国就提出来了，徐继军这样的中方的间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放了。那么这之后其实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峰回路转。2023年的11月份那习近平不是访问这个旧金山吗？那跟拜登之间不是搞了元首峰会吗？在元首峰会的过程中间，拜登就要求中方改善这个马穆特的这个一个待遇，要求这个马穆特就是能够中国给他放出来。这马穆特就是维吾尔族人，他母亲呢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族的持不同政见者中方把他儿子扣住不让他出去吧。回去之后，据说这斯维丹在上海服刑的，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待遇马上就改变了。这斯维丹呢，据说过去都睡在水泥地上那现在呢，又换了一个监狱，有床了。紧随其后，双方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进一步的开始谈判。到了2024年的7月份，这布林肯跟王毅呢在老挝见面。这老挝见面中，首先达成了一次这个双边的第一次换球。这次换球在我看来是为了一个正式换球计划，双方先搞一次试验。因为过去中美之间从来没有搞过换球嘛，双方需要取得互信嘛，所以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双方各释放1名对方手上的人。于是呢，中方释放的就是那个林大卫。这林大卫呢，从当时这个2006年被关押关押了18年的时间据说这林大卫在监狱里头就成为了监狱狱友中间的牧师给狱友在布道应该说他这个信仰是非常虔诚的但是身体已经越来越不好了，所以他们家人一直在争取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结果中国就把这林大卫给释放了。那美方释放了谁呢？美方释放了那个吴孝雷。这吴孝雷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前2年，当时不是白纸运动的时候，中国有些留学生在美国不是开始搞配合的这个活动吗？有个叫佐伊的中国女孩，在她曾就读的伯克利音乐学院贴上海报，呼吁我们要自由，要民主，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结果这吴孝雷呢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他是个小粉红，他在群里头就骂这些人，威胁这些人。检方证据显示，吴孝雷在微信上公开了佐伊的学校邮箱地址和所谓的佐伊的住址。此后，他又给佐伊发送了一封长邮件。他在邮件里说：“听说您要回国了，我觉得您还是把机票退了吧，我怕海关给您扣了，给你们全家都政审了。”他还说：“我觉得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不配拿红本护照。”并称你的社交账号我都截图了，你在学校的档案我也看过，国内举报电话我也打了。邮件最后说道：“希望你家里人被问候的愉快，祝你平安。”结果后来呢，人家这些留学生呢就把他给告了。告了之后呢，这吴孝雷呢就被美国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实际上呢，在换球的时候呢，这吴孝雷已经关了几个月，再过几个月就实际上就释放了。按道理来讲这2个换球实际上有点不太对等。为什么呢？因为林大卫那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嘛已经关了18年，那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那重要性远远超过就是个吴孝雷。但是在我看来呢，这第一次换球其实双方仅仅是为了取得互信，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双方换球的这个人呢，一般来说在性质上是对等的。你像
美方认为你中国你抓住这个林大卫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吗？那中方认为你美方审判这个吴孝雷也是政治原因吗？不就发了几个微信群吗？发了一个这个邮件吗？公开的邮件吗？你就把他判刑了？所以呢，实际上双方这个换囚的性质是对等的，大家留心这一点啊。我们包括后面的换囚也会分析这一点。于是，在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这吴孝雷也包括美国的这个林大卫呢，就各自双方被换回去了。据说这个吴孝雷回到中国之后，还在继续威胁那些美国的同学啊，但这是后话了啊。这是第一轮换囚结束之后啊，那么紧随其后，其实中美双方就开始进行了这第2轮换囚的这个谈判了。这个换囚呢，也是在今年的秘鲁习近平跟拜登的峰会过程中，最后达成的协议。拜登马上就要退休了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是急于想要跟中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以在自己啊留下一个比较好的政治遗产呢。最终在这个会议上呢，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啊。那么中国要向美方呢，一共是释放6个人，这6个人中间呢有3个，其中一个呢就是马克思韦丹，第2个呢就是李凯，第3个呢就是这个梁成运。与此同时呢，还有3个是美方要求的维吾尔族人，而美方呢给中国释放的呢就是徐继军，还有季超群，还有另外一个呢叫靳丹林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中方通缉的这个人呢。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啊，实际上双方都在分析啊。有人说，中国这个靳丹林呢，实际上是一个儿童色情犯，中国为什么要把他给要回去呢？要回去之后啊，你看这搞不好这个人好像在中国就有高官的背景，换其他人都是为了换他。不过我分析完这个名单之后啊，我认为啊，中美之间的换囚啊，其实人员的性质之间是对等的。大家听我来分析一下，徐继军、季超群这2个人是被美国法庭认定的中国间谍，都是判刑的。而中国释放的啊，就是李凯和梁成运是被中国法院认定的间谍。所以这是2对2的互换，就是中方的2名情报人员互换美方的2名情报人员。而第3名这个马克思韦丹呢，在中国看来就是一个毒贩。毒贩我要把你放回去啊，我不能换间谍，我也不能换其他人。那其实美方那面能换回来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刑事犯。最后找来找去，找到了这个靳丹林。那至于这个靳丹林跟中国的官方之间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我觉得在性质上他们是对等的。紧接着就是美方不是要求中国释放3个维吾尔族人吗？这3个维吾尔族人呢，其实并没有关在监狱，只是限制他离境。但是呢，中方要求美方归还1名中国的在逃犯。你看，这也是对等的。为什么是对等的呢？就是这一组的换囚过程中间的人呢，都不是对方司法机构认定的人。关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美方释放这个逃犯呢，双方这个信息是封得最死的。中方啊，据说在谈判过程中跟美国反复讲，这件事情如果能搞成的话，必须是不能有任何消息走漏，因为有任何消息走漏都意味着这件事情做不成。因为什么？你想想，中国释放维吾尔族的人，那你要出去之后，那不好听，对不对？而且中方要求美方归还的这个人，美方也不能透露这个信息。那么直到现在，这个中方要求美方啊归还的这个通缉犯，到底姓甚名谁啊？至今还是谜团一物。我们查了一下啊，首先是从今年8月份到11月份啊，美国总统拜登一共赦免了这4个人，一共只赦免了4个人，这4个人都是中国人，一个是吴孝雷，一个是徐继军，一个是季超群，还有一个就是靳丹林，就是美国跟中国换囚这4个人，除此之外没有了。那也就是说，这第4个人并不是美国总统特赦的人，赦免的人。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这个人一定不是被关在美国的监狱，甚至没有进入到美国的司法程序。因为你进入到美国的司法程序啊，起诉了哪怕，那在这个司法程序没有完结之前，美国总统你要想把他释放了，也得要发赦免令。你发赦免令就必须公开嘛。所以这个人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最大的可能，他就是跑到了美国之后，他一定是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嘛。申请政治庇护的过程中间，很大概率他的签证啊，当时进入到美国的时候啊有造假，
比如说拿了旅行签证啊，没有这个公开的跟移民官说清楚自己的旅行目的啊等等。那美国就以这个理由，最后把这个人送回到了中国。当然，可能中间也有点交易啊，就是说要求中国不能判这个人死刑啊，不能做什么事情啊，双方有一些协议。比如说当年的杨秀珠，自愿遣返回中国，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吧。只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到现在不知道。我们查了一下国际刑警组织啊，没查到这个人呢，就想查少一个人的名单是谁，也包括中纪委的名单。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这个事情的不透明啊，所以啊，直到现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美国政府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啊？怎么样的一个司法程序把这个人遣返回去的啊？通通都是一个谜啊。应该说啊，整个这样的一个换球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这里头还有一段插曲啊。那么其实啊，就是今年7月份啊，就是当时第一轮换球，就林大卫和吴孝雷的换球啊，跟这第2轮呢中间差了4个月。为啥差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等着习近平跟拜登啊在元首峰会的时候拍板儿，还有一个原因就那卡斯滕斯挺忙的。8月份的时候啊，他在西方社会啊做成了一个也是轰动全世界的一个换球行动，就是自冷战之后啊，美国跟俄罗斯一场最大的换球行动，涉及到24个人。俄罗斯啊一共是释放了16个人，而美国呢释放了俄罗斯的8个人。这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驻俄罗斯的，结果后来被俄罗斯给抓起来了，判了徒刑，判了13年吧。然后还让美国有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人呢，也是一个间谍啊，就是到俄罗斯被抓起来了。后来呢，也是个卡斯滕斯，长达1年多的时间。这中间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俄罗斯手上啊有一对夫妇好像是被捷克斯洛伐克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这一对夫妇啊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想要的人。后来在这个辗转的过程中间，双方一共谈了1年多，涉及到8个国家。其中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想换回来，但这个人在德国监狱。这个人呢是俄罗斯的一个特工人员，到了柏林，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车臣呢，他们认为的叛军的一个指挥官当场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在德国服刑嘛，所以俄罗斯想把这个人换回来。那么整个这个换球计划就是在卡斯滕斯的这个指挥之下啊，最后在8月份完成的。所以你看，从7月份到11月份，这卡斯滕斯啊，这做成了不少件事情啊。但是最新的消息啊，拜登上台之后要把这个卡斯滕斯换掉了。那么整个中美之间的换球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最后呢，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冷战期间大家都知道啊，美苏之间换球啊，人质外交是常态。因为今天是美国的间谍被苏联抓到了，明天是苏联的间谍被美国给抓到了啊。我有部电影叫《间谍之桥》，讲的就是啊，当时美苏之间啊，在冷战时期换球的故事啊。那么呢，其实到今天，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换球啊也正常。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你间谍都是为自己国家工作的，国家有道德义务去保护他嘛。中国的间谍被美国抓到了啊，中国有把他营救回来的这个责任呢。同样，美国的间谍被中国抓到了啊，那其实这个美国政府也有营救的义务。但是你从这一次中美之间的换球，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间谍被对方抓到非常非常少。美方实际上正牌自己承认的就一个梁承运，而中方呢，也就是只有2个，就是徐继军和他的下线嘛，是吧？所以中美之间啊，实际上在间谍方面的交换啊，好像是需求没有苏联跟美国之间啊那么频繁，那么大的规模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换球呢本身这个正常，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就是这个换球本身呢会不会助长人质外交？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察的。所谓换球啊，就是说你现在我手上有你想要的，我呢你手上你也有想要，我们就换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啊，但是也有可能助长什么呢？助长就是说你现在不是把我的人抓了吗？那我再多抓几个你的人呢，然后我以你的人为筹码来跟你谈，有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国民有更大的法律风险被抓起来。你以为你想在中国抓美国人，那不是挺随便的一件事情吗？对
对不对？中国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司法独立，是不是？所以呢，这种情况也是值得观察的。但不管怎么样啊，随着中美两国这种利益的冲突啊，在各个战线上的这种明争暗斗啊，我相信在未来中美之间的换球啊这样的谈判，也包括的行动啊，还会继续。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3名被美方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这再次证明，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祖国永远是他们坚强的后盾。我很后悔，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中国人，他们的甜言蜜语是假的。